当去年年底的时候，苏一跟我讲说 Expert 有新丝虫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你第一个想法就是你觉得说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醉汉放到一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今天的影片我想要尝试使用旁白的方式来完成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形式，或是有任何建议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2020年1月4日是已经5岁的专家跟我回家的那一天，到现在也已经快要1年半了。那专家毕竟是一只已经见过世面的成犬，所以在这1年其实让我还蛮轻松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像是他到家的第一天就知道他的新名字叫做专家 Expert， 而且呢，他从来不会在屋子里面大小便。如果要是忘记关门了，他也不会乱跑出去。而且他对家里的每一个陌生客人也都非常的欢迎。但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痛恨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。然后是说美国人也很喜欢带着自己的宠物在室外的酒吧晒晒太阳、喝啤酒，所以每一次呢，当我带专家一起去的时候啊，真的是一点羞耻的感觉都没有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分享这4个月来专家和我一起如何把新丝虫杀光光的故事。Yes！在领养专家的时候，收容所给我的资料都是一切正常，然后还有附上狂犬病的疫苗证明以及新丝虫的检验阴性报告书。过了几天呢，我就带专家去兽医院建档，然后并且再做一次初步的检查。那因为已经有收容所的报告了，所以兽医只有检查外形、看看牙齿、听听心跳。然后当时呢，兽医给专家的评语是稳重的年轻人。根据兽医的建议，我们每个月的1号固定给专家吃新丝虫的预防药，然后每3个月吃一次跳蚤的预防药。那在这边先介绍一下新丝虫呢这个家伙，因为网络上的资料已经很多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请容我加快速度。犬新丝虫 heartworm 是一种寄生的原线虫，大概长得像面线一样，但是经由蚊子叮咬而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外一个宿主身上。犬新虫呢最早是出现在美国南部，但是目前已经分布到全球，只要有蚊子繁殖的地区就可能出现这种寄生虫。犬新虫呢在进入宿主身体之后，会进入心脏以及肺动脉系统来损坏心脏、肺脏血管及组织，造成宿主的健康受到影响，严重者可能会致死啊。刚刚提到新丝虫预防药，它主要本质在杀灭狗狗体内的幼虫，但是若是狗狗体内新丝虫已经成为成虫了，这时候就必须开始进行好几个月的疗程了。去年12月是专家的年度健康检查，我还记得当天上班上到一半的时候，接到兽医打来的电话，他跟我说专家有新丝虫。当时我还没有真的体悟到新丝虫的严重性，我记得我当时就傻傻的问他一句，那今天还会帮专家剪指甲吗？兽医当时心中一定想，妈傻逼。还好兽医大姐姐没有放弃我这个傻逼啦。他寄了一些资料给我看，然后给了我很多建议，以及呢解释为什么每个月投药，但是还是会有新丝虫的原因。专家大概是在2019年的年底，刚刚进收容所之前才被感染的。当时的新丝虫还半大不小，所以没有被验出来，但是呢也没有被预防药给杀死。那接下来的1年，新丝虫都继续长大，但是因为我有每个月按时投药的关系，所以那些新丝虫所生的小孩应该通通都被药杀死了。那么专家的新丝虫在体内并没有办法继续增加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总之，接下来就要开始杀死成虫的疗程了。那当然还是要固定投预防药。那其实当时有另外一个难过的专家，他有了新丝虫1整年，但是我都不知道，而且我还会偶尔带他去跑步。大家都知道，有新丝虫的狗狗真的必须严禁运动，以免因为血流的加速，所以造成血栓。只能说还好，专家的主人也算是不爱运动的宅男大叔啦，所以呢，专家跟着我也没什么在运动。总之呢，在圣诞节前，专家的疗程就开始啦。第1个月大概是最累的1个月了，因为每天要给专家吃类固醇 prednisone 来降低发炎反应以及血栓的情况。然后还有另一个药物 doxycycline。doxycycline 它可以杀死新丝虫在成长繁殖时所需要的一种共生细菌 Wolbachia。那这样子呢，可以让新丝虫弱化，同时降低呢在杀死新丝虫之后，因为死亡的新丝虫所引发的发炎反应。麻烦的是 doxycycline 必须准时12小时吃一次，配合我上下班不在家的时间呢，所以我大约是在每天的早上8点和晚上的8点喂药。那喂药本身并不麻烦，只要抓着狗嘴灌下去就好。这个部分专家还算是蛮配合的。
但是由于兽医说这个药呢一定要饭后才能吃，但是专家每天早上对于早饭的兴趣就是不大，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要半哄半骗，先骗他吃完早餐才可以喂药。这对每天早上都想要睡到最后一秒就赶着出门上班的我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。所以呢，我的伎俩就，他每次吃完饭之后，我就要跟白痴一样抄戏剧话来赞美他。当时真的每天有像当兵在数馒头一样，真的等着药瓶一点一点要变空瓶啊。每天都要喂药的第1个月结束了之后嘞，到了第2个月就轻松了不少啦。只要月初投完预防药之后就没事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慢慢等心丝虫它年老力衰啦。那这个时候面对的其实是内心的心理压力。像是每次专家喝水喝到快喝到咳嗽啦，或者其他情况，我都会觉得这是不是因为心丝虫而影响到肺功能？就是这样子过了一个杯弓蛇影的1个月。到了第3月开始就要进行第1次的疗程啦。那么兽医呢要把杀成虫的药 Melarsomin 注入腰椎间的深部肌肉当中，这感觉就是一个超痛的事情。我早上上班前带专家去医院的时候啊，他还对于我难得早上带他出门，然后超级兴奋。但是当我傍晚下班去接他回家的时候，他整个就超级委屈，3不5时就给我哭，相信是真的很痛啦。到了第2天早上6点的时候，我还没睡醒，就听到他超级兴奋、嘿嘿喘气的声音。那我就先带他出门上厕所，他一走出家门，马上就蹲下来落晒。这个就是投药的副作用之一。好啦，那第1次的疗程就这样顺利结束了。30天之后要进行第2次的疗程，那这次是要相隔24小时来注射2剂 Melarsomin。那期间呢必须严格静养，所以呢要住院1天。这个是我养他以来到现在第1次他自己在外面过夜，所以我就帮他打包了一些便当，他最喜欢的玩具，还有一件我故意穿了2天不洗的衣服来陪他睡觉。有了上次的经验呢，这次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在车上抖到不行，到了医院也是打死不下车，只能说他是一个非常会记恨的专家。第2天下午接他出院的时候，他整个是哭到不行啊！我想打那一针已经是痛到升天了，而且还连续2天打2针。还好他也是跟上次一样，哭个3、4天就好了。这次倒是没有落晒，还不错。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所有能做的疗程就结束了，我们也渐渐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。但是专家还是严禁运动。那以往我们会一起去散步的地方就通通不去了。专家也一定觉得我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剪片，真的是超宅的。第2次疗程之后呢，再过30天，就终于可以来抽血检查，看看心丝虫是不是都死光光啦。1分钟就抽完血了，10分钟就可以看报告。最后医生出来的时候，医生在说话之前就给我一个朝上的大拇指。你好了。医生就说呢，从现在开始散步跟小跑步都可以解禁了。接下来只要每个月按时投预防药，再过6个月再回来抽血检查1次就好了。所以说啦，当然就是带专家去喝一杯庆祝啦。太开心了！漫长的4个月终于结束了。有时候其实还是自己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的想啦。还好我选到的是专家，所以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只被心丝虫伤害的狗狗啦。1年多前在收容所的那一天，当专家把头放到我的大腿上的时候，这个奇妙的缘分就这样被定下来了呗。谢谢你选择了我，以后的日子还要请你多多指教。对于这段期间所有给我鼓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跟专家在这边一起跟你们说声谢谢。专家现在就是一只可以正常跑跳的健康狗狗。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在路上遇到你们的话，专家一定会非常开心的跳上去给你一个抱抱。不过要请小心它的指甲，因为我怎么剪它都怎么长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陪我走过来，还好4个月就结束的 Expert 心丝虫日记。这个不会有续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感谢你的订阅、
同时也可以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爱狗人士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